这个女人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女儿可能已经瞎了，她笑容慢慢消失，开始有点恐慌，疯狂地打起了响指，想要得到女儿的回应。Helen! James! 丈夫听到了妻子的尖叫，疯狂地往房间里跑去。妻子告诉丈夫，女儿看不见了，也听不见，喊她的名字，眼睛动都不动一下。丈夫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拿起了手里的煤油灯摇了起来。见女儿没有反应，他又使劲地拍击双手，但女儿依旧是不为所动。男人崩溃了。这个女孩叫海伦·凯勒，年仅18个月，就因疾病失去了视觉和听觉，这让她从小脾气就异常的暴躁，犹如野兽一般，稍不留意就会伤害到身边的人。由于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表达，暴力宣泄更是成为了她惯用的方式。只要有点不顺心，就会躺地上撒泼打滚。老师也是丝毫不惯着她，对着她的手就是一巴掌，女孩却立即扇了回去。老师懵了，然后又是一巴掌。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还没被打过，几轮下来，她认怂了，想要跑出去。可老师哪能就这样让她如愿，直接把她抓了回来。就这样逃跑被抓回来，逃跑被抓回来，逃跑被抓回来，几番苦战下来，两人都已精疲力尽，女孩也终于妥协，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老师则在一旁教她用勺子吃饭，可女孩早已经习惯了用手吃饭，直接把勺子扔了出去。老师见状，直接把女孩拽离了餐桌，按在地上让她把丢掉的勺捡起，然后又拽回餐桌前，教她怎么用勺子吃饭。女孩也是倔脾气，再次把勺子丢了出去。老师索性拿来更多的勺子，就这样，老师给一把，女孩丢一把，老师给一把，女孩丢一把。每到这时候，妈妈总会往她的嘴里塞颗糖，来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溺爱让她变得肆无忌惮，这天更是直接把刚满月的妹妹推倒在地。压抑已久的父亲也在这一刻爆发了，他给学校打去了电话，希望能找个家庭老师调教好女孩，不然的话只能把女孩送往收容所，让她自生自灭。可刚到家的老师就被女孩来了个下马威，老师拿着布娃娃想要教女孩单词，谁知他接过布娃娃，直接朝老师脸上抡了过去，老师被打掉了一颗牙，女孩也趁机跑了出去，临走时还不忘把门反锁。最终女孩的父亲只能用梯子把老师救了出来。到了晚上，女孩更是变得肆意妄为，故意将墨水打翻在桌子上。在老师整理书桌时，她更是拿起旁边的花瓶直接摔在地上。然而老师并没有生气，他知道每次的教学都来之不易，他拿起女孩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他想告诉女孩这样做是不对的。可下一秒，女孩就用针狠狠地往老师手上扎了过去。面对这个陌生的老师，她又变得狂躁起来。母亲见状，连忙掏出一颗糖塞进女孩嘴中。老师很是不解，女孩明明做错了事，为何母亲还要奖励她一颗糖？母亲表示很抱歉，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平静下来。第二天在餐桌上，他们一家人的做法更是刷新了老师的认知。女孩居然用手抓饭吃，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而一家人对此视若无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然而老师并不惯着她，一把抓住女孩的手，想要制止她这一行为，可却被一旁的父母给呵斥了。父母指责老师的行为太过粗鲁，还要将她赶走。但是老师明白，如果继续这样一味地纵容她犯错，而不加以纠正的话，女孩只会变本加厉。随后老师将所有人赶出餐厅，他要教这个捣乱的小野兽如何吃饭。他摸索着拉开了老师的椅子，见老师依旧不理自己，他又开始掐老师的大腿，掐完大腿又掐胳膊，直到最后老师直接掰开了女孩的嘴巴，强行往嘴里塞。老师想要让她明白，想要吃饭就必须得用勺子。可老师还没缓过神来，女孩便将口中的食物喷了老师一脸，然后狼狈地跑出了餐厅。这让一旁的母亲心疼不已，父亲也无法忍受老师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随即打算辞退这名粗鲁的老师。可这一行为遭到了妻子极力反对，因为妻子知道过分的溺爱只会让她变得更糟，她必须学会怎么去生活。最后两人决定由老师带着女孩去附近的仓库生活，这样女孩就能远离对父母的依赖，得到真正的改变。但是父亲只愿意给老师2周的时间，如果到时还是没有成效，就会让他卷铺盖滚蛋。第二天，父母带着女孩坐上了马车，然后在房子的周围兜转着了好几圈，直到天黑才把女孩送到了老师身边，为的就是给女孩一种远离家的感觉。可经过前一天的相处，女孩早已经对老师产生了排斥心理，不愿与老师有半点接触，可无法接触就没办法教学。很快老师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叫来了一个黑人男孩，果然他更愿意跟男孩接触。可每当老师一碰到女孩，女孩还是会惊恐地躲开。老师开始假装教男孩手语，不愿意搭理女孩，甚至把主动凑过来的女孩一把推开，这让女孩产生了嫉妒心理，直接把男孩推开，还主动把自己的小手伸了过去。老师见这招欲擒故纵生效，便开始试着教学。女孩也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牛奶的手语。接下来的日子里，老师则带着女孩走进了大自然，带她去感受流动的小溪，带她抚摸即将破壳的小鸟，教她如何自己穿好衣服，如何文明就餐。老师也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教学的机会，每接触一个事物，老师都会教她怎么去拼写对应的单词。女孩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单词的手语，以至于睡觉时小手都在比划学来的单词。然而对于女孩来说，
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手语的意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个手指游戏，而老师也只是一个教他手指游戏的玩伴。2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母亲看着孩子已经变得乖巧懂事，高兴坏了，迫不及待地把他接了回去，还做了一大桌女孩喜欢的菜。可一回到家里，女孩就坐起了腰来，直接把餐巾丢在了地上。老师以为她是不小心的，帮她捡了起来带好，可她随手又将餐巾丢在了地上。老师懂了，立即拿走了她的餐盘，然后把她拽离了餐桌。可父母却认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在欢迎女孩回来，希望老师能做出一点让步，而且那只是块餐巾，又弄不坏。老师犹豫片刻后，最终还是妥协了。得到父母的庇护后，女孩更是变本加厉，肆意妄为起来。老师也终于爆发了起来，不顾女孩父母阻挠，强行把孩子拽离了餐桌，并警告女孩父母不要让她的努力白费。父亲想去阻拦，却被女孩的哥哥拦住了。I said let her go. She's right. She's right. Kate's right. I'm right, and you're wrong. Has it never occurred to you that on one occasion you might be consummately wrong? 老师把女孩带到了水井旁，他想让女孩把刚刚泼掉的水重新打起来，一边压水，一边也不忘教女孩单词的拼写。W-A-T-E-R water. It has a name. W-A-T. 感受着流水，女孩终于想起，在她1岁多还没有失明的时候，妈妈就教过她，这个好像叫。这一刻，她终于明白，老师教她手语的意义了，是在教她认识这些事物。Round. Yes. Pump. Yes. Three. Step. To the cel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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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ther. Papa. She knows. 这个女孩叫海伦·凯勒，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一生共创作了14本名著，其中就有最著名的《假如给我3天光明》。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她的老师安妮·沙利文。